咱们堂堂人教道场，道侣之风为何会如此？唉，罢了。长寿啊，你献丹归献丹，莫要贪图长老们的赏赐。咱们渡仙门有这些长老护持，有各位门人出力，才有咱们如今安稳修行之事啊。李长寿连连点头，对师父应付自然还是要应付的，但想让他去白给丹药，自然不太可能。有雄心丹相助，李长寿改造小琼峰的计划，少说也能提前几百年完成。破天风钟声一响，两个人也辞别师父，驾云朝着破天风而去。一路上能见各峰飞出不少云朵，或高或低，尽皆赶去了门内大比的场地。场地就在破天峰山脚，那里有一片缓坡，一处河谷，此时也已经简单地布置了一番。赛制也不算复杂，众弟子抽签斗法，每个弟子都有12轮出世的机会，凭12轮斗法的胜负多寡，结360人进入下一轮，取周天之数。如此不断重复，从360人中胜出108人，从108人中胜出72人，再从72人中胜出36人。因弟子数量众多，门内大比也没有时间限制，白天斗法，夜间有门内长老讲经说道。从这般来看，确实是门内200年一度的盛事，足可与开山大典相媲美。李长寿和灵娥这对师兄妹抵达此地后，很自然的就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待着。有些平日里比较高调的峰头，譬如丹顶峰、仙林峰，也会弄上一杆旗帜，上面写一个丹林字。自己峰头的弟子也会聚集在一处，有些就是比较随意了，弟子们跟相熟的好友凑在一起，随意的串门。钟声悠悠，响过9声，各处白云起落，山坡河谷已满是人影。上一次聚集这么多弟子，还是渡仙门遭劫时，不过那个时候的众弟子只是逃命，颇为狼狈。今日的他们却都是意气风发，跃跃欲试，颇有大仙门之风范。李长寿目睹此景，也是起了诗兴，心底暗自吟诵：满山皆亮仔，入目皆亮妹，抬眼望云端，众老不减班。看到那群一改往日苍老形象的长老们，李长寿也略微有些无力吐槽。忽听周遭响起了一声声赞叹，破天峰上飞来数十朵白云，最先一人身着火红长裙，青丝简单束起，面若冰霜，眉笔横额，背着他那柄标志性的大剑，落在了为他预留的最显眼的位置。当代弟子首席有秦玄雅。有秦玄雅还未落地，就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，看了2圈，总算是看到了那对师兄妹，嘴角略微流露出了些许笑意，轻轻颔首示意。瞬间一道道目光朝着李长寿和灵娥汇聚而来。在有秦玄雅登场时，李长寿就已经不着痕迹地退了半步，众人的目光尽皆被灵娥所吸引。灵娥却是大大方方的欠身还礼，洁净的下巴略微抬了抬，嘴角带着温柔的笑意，倒是表现得颇为自信。就听一缕传声入他耳中：稳字经100遍，记上。灵娥顿时低头，心道：糟了，刚才怎么就没忍住起了跟有群师姐对比的心思啊？众弟子齐聚山坡河谷的同时，周遭也飘了一朵朵白云，渡仙门众仙也大多聚集于此地。少顷，又听钟声响起，
渡仙殿处升起了一方玉台，其上坐着数十道人影。掌门空虚的无忧道人，副掌门众羽上人与忘情上人等几位天仙境长老，陪着数十位提前几日抵达的宾客，自玉台之上缓缓而来。李长寿暗自感受了一下玉台之上的气息，却是眉头微皱。金鳌岛的炼气师又来了，而且这一次来的还是2名金仙境的高手，散发着少许金仙境威压，或许就是那10天军之中的哪2位。李长寿没有见过，也只是如此猜测。此前血纹傀儡袭击渡仙门，其中就有3名金鳌岛的炼气师，后玄都大法师出面查清这3个人是被掌控了心神。今日金鳌岛炼气师再次来此地观礼，应当是想与人教道成重归于好，有几分赔礼的意味在。这个倒是跟他这个小弟子无关。但在这几名金鳌岛炼气师的座位后面还站着几个年轻弟子，其中一名少年李长寿却是熟悉得很。此时这位少年也发现了李长寿，他在一名截教金仙耳旁说了2句，便溜下玉台，径直朝着李长寿和灵娥飞来。这不是旁人，正是截教弟子东海龙宫2太子，南海海神教2教主兼青龙大护法敖乙。长寿兄。哦，乙兄，别来无恙。托长寿兄的福，近来都且安好。这2个人对视一眼，一切自在不言中。按照他们南海海神教的规矩，刚才这简单的对话真实含义其实是拜见教主，2教主免礼，这里众目睽睽，近来海神教一切可好啊？教主不必挂念，安心修行就好。云。虽然2个人打着哑谜，并未暴露什么，敖乙此前渡仙门一行与李长寿交好，也并非什么秘密，但是李长寿此刻多少是有些难受。左侧站着一个如花似玉，门内仙子榜近来直线飙升的小师妹，时而会有男弟子看过来。右侧站着一个来头不小，少年身形与面容长相也颇为出众，一对犄角也是略带可爱的龙子，时而也会有女弟子看过来。夹在中间的李长寿苦不堪言，总感觉自己此前刚入门8、90年，那安心舒适且低调的修道日常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。敖乙身为截教弟子，总是在下面跟渡仙门弟子一块站着，也不合情理。好在这位太子弟弟心知肚明，李长寿身为人教某高手的功德代理人，必须保持身份的隐秘性。李长寿传声劝他2句，敖乙便笑道：待你们门内大比之后，再与长寿兄叙旧闲聊。言罢，敖乙驾云飞回玉台，回到了汉芷妹妹和各位师兄的身旁。不多时，继无忧掌门驾云从玉台飞出，下方弟子各处门人尽皆屏息凝神，山门内万籁俱寂。李长寿仔细地感应了一下，发现掌门可能还是有伤在身，总归是有些气息不稳。少顷，继无忧开口，声音传向山门各处。值此良辰吉日，我渡仙门近200年招纳的年轻弟子齐聚此地。今日门内大比，所谓并非是让尔等排个上下高低，给尔等排位只是为了督促修行，哪怕一时落后，今日未必不可后来居上。那妖魔袭山之事犹近在眼前一般，尔等与师门共进退之决心，贫道当时已然得见，深感欣慰。如今3教源流大会召开在即，我渡仙门为人教清德福仙
尊师渡恶真人所创道场，也得邀前去赴会。此次门内大比，排位天罡数者，获得长老举荐者，皆可随贫道一同前往中神州。听掌门在那儿高谈阔论，李长寿却是略微皱眉。前36都要去三教源流大会，有上次龙宫荡妖大会的前车之鉴，李长寿自然不想掺和这种盛会，他只想躲在山中安安稳稳的修行。尤其是随着修为不断的提升，有秦玄雅现在越发耀眼，到时候万一蹦出一两个被猪油蒙了心的痴男，哭着喊着要跟他这个有秦师妹的普通朋友决斗，那就很糟心了。那种大会上高手云集，说不定还会有阐教12金仙这种层次的大佬出没，我这么一点伪装不一定够看的，若是引起关注，很容易会发展出不可控事项。要不然把这次的排位名次控制在37到40位左右吧。李长寿刚如此下定决心，突然感觉有多道视线正落在自己的身上。悄悄反查这些视线的来源，有玉台之上的万凌云长老，有几位百凡殿相熟的外围长老，还有几位容光焕发雄心再起的天仙境长老。李长寿一阵无语，还是想办法继续改进归西平气诀比较靠谱。看这个样子，我跟这个三教大会已经是大明湖畔不见不散，只能够提前多做准备，小心应对。门内大比按照既定的流程一项项的进行，掌门讲完，副掌门讲，副掌门讲完，太上长老又有话要说，到最后却还是百凡殿的葛长老出场，宣布大会正式开始。两位太上长老飞出玉台，白发随风舞，瘦骨出清奇，四只长袖鼓荡洒出一大片的星光，场面也是颇为壮观。这些星光化作一支支玉简，朝着下方缓缓落去，让每位弟子各持一支。玉简上有一个编号，抬头是10天干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其后跟着3个计数。李长寿的计数是丁零2禄，灵娥的计数为辛121。跟李长寿用来标记自己炼制的那些小宝囊的方法倒是意外的一致啊。稍后若玉简亮起，便是要下场斗法了。除却各自的编号之外，玉简上还有12个空白的方格，稍后若是得了一胜，便可以点亮一只方格。这些玉简是以整套法宝，炼制不易，故在背后用小字写了不可损毁，会后归还，若有丢损，停供半年。当下数十名门内真仙境执事先行入场，在外围站好位置。第一场斗法的2名同门弟子已经持着发光的玉简入场等候，远远近近，各位弟子们也都开始原地坐下。稍微讲究一些的都会拿出蒲团软垫，随意一些的便是席地而坐，与天地亲密接触。师兄，灵娥在旁边小声地喊着，在储物玉镯中拿出2只蒲团1只竹篮，还特意将蒲团摆得离了半丈。李长寿传声，表现不错，文字清简50遍。蓝灵娥顿时鼓了鼓嘴角，低声道，臭师兄，人家又不是为了少写点经文。哦，那就不讲了。啊，别！李长寿顿时笑眯了眼，撩起道袍前摆，与师妹一同入座。2个人刚坐好，灵娥还未来得及拿出菜篮中自己准备了几日的点心凉菜，2只小白手从后面探了过来，将竹篮偷偷抱住。让本叔叔看看咱灵娥又做了什么好吃的。九九已经偷偷地摸了过来，坐在2个人的中间，
打开了竹篮上的餐布，顿时一道道目光飞射而来，不少没见过九九师叔的弟子眼底满是震撼。李长寿对此早有预料，不动声色，闭目养神。灵娥老老实实地喊了一句师叔，当着这么多人也不敢跟九九打闹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做的点心填充了小师叔的罪恶。九九跟灵娥凑在一起，在众弟子眼中那是赏心悦目，美美相遇。而当九九挪到李长寿身旁，问李长寿稍后想如何斗法时，那些弟子的眼神顿时有了微妙的变化。要说如何斗法，只能随机应变了。李长寿轻笑着说了一句，九九也没有多问，鼓励他几句就挪了回去，细心指点灵娥。斗法一场场的进行，李长寿暗中也在用仙石观摩。虽然现在这些同辈练气师的斗法对自己来说已经没有了参考价值，有些斗法的招式以前看是仙人指路，现如今看呢就是沸沸挠头，但是多看一看，稍后也就能够伪装得更加自然一些。第一轮第79场，灵娥出场，手持几样仙宝，展露出化神9阶的修为，轻松将一位反虚境同门压制。李长寿对灵娥的表现还算基本满意，并且主动的传声偷偷夸赞了他2句。莫看灵娥表面不动声色，心里其实是乐开了花。李长寿继续斗，他的第一轮斗法在午后才姗姗来迟。第362场，李长寿手中的玉简轻轻震动，微微发出亮光，门内执事也已经喊出了他手中玉简的编号。李长寿站起身来，驾云飞向斗法场地。与此同时，那杆林字旗下也有一名弟子飞了出来，对着李长寿露出少许微笑。李长寿的眉头略微一皱，监察仙灵峰这么多年，他自然认识此人是谁。这人是仙灵峰的仙苗，门内排位第19，归道境2阶，刚好在李长寿之前。这么巧吗？这应该不是巧合。